你买房子的时候会避开老屋吗？你知道全台湾的老屋有几间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租金指数连涨了30个月，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右上角哦。那今天我想问你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屋会越涨越凶？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你爸20年前他花800万买的中古屋，20年后居然可以卖到2000万以上哦。如果是台北市的话就更猛哦，可能到3000万以上。那到底是为什么老屋会这么香哦？我们之前已经有拍过一支影片哦，是在讲说40年以上的老屋能不能买，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哦，首先老屋是常态，你先看哦，这个是经济日报的统计哦。这是去年的资料，很新哦。就算你现在觉得建商到处都要盖房子，到处都新房子从化区，可是屋龄超过50年以上的房子还是占总数的11%。那如果我们把定义再放宽一点，屋龄超过40年以上的房子占比也达到总数的35%，35%呢然后我们现在政府处理这种危老案、危老都更每年能盖的房子平均数量是11434户，占全部总数是0.1%，完全就是跟不上房子老化的速度。也就是说，未来你去看房子会很常看到什么屋龄超过40年这种房子，所以你要知道。老屋交易量一直都很频繁我们以东森房屋2023年 Q1 的统计资料来看你看光是台北跟新竹的老屋交易量就占掉了总交易量的40%以上，而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到全台的交易量，占比也到惊人的41%，就40%都老房子在买卖，你知道？也就是说，现在的房市交易中，老屋它并没有因为它老，它就没有人要反而很多人很爱买这个数字就在这里，好几万件的成交呢，真枪实弹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它价格会越来越高的原因。那没办法，因为你现在要去买新房子公设比一算下去，那个总价就很恐怖那同样的价格，你买老屋可以买到大3房，你买新房子。可能你就买到小2房然后还要多付一堆管理费、维护费，然后你新房子你的房屋税会很贵那尤其是台北市地段好的地方，所以买老屋当然很香但是你不要忘记买老屋你就是要提前准备一笔修缮费用，因为老屋它屋龄就是高那不管当初建商的用料再好，工法多高超，时间到了该坏的东西是坏给你看，这种钱是不能省的。但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投资客喜欢老屋？我知道很多刚开始看房子的人会很抗拒去看老房子，而且说这比我还大，这怎么买那也会跟房仲说，我不要看那种20年以上的但我刚才也跟你分享了统计数据，现在台湾的老房子就是超多的，而且每一年都只会更多，对不对？你再过5年所有的房子屋龄加5，哇，这个下去又是直接多10几万间出来，然后你新房子供应1年才1万多户，你根本就是来不及的所以老房子很多，交易量很惊人。如果你一开始你就限缩你的条件，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找到你可能很难负担的房子。那我也知道年轻人就不喜欢看老房子的原因是看起来就脏脏旧旧的，看起来好像晚上会闹鬼一样但那个其实也是没有整理而已，整理起来其实都很漂亮不然你没事你可以滑一下其他 YouTuber 拍的嘛，什么老屋装潢老屋装修那个影片都很好看我也常常在看那弄起来比建商盖的预售还要漂亮，更符合你这个需求，价钱更低那如果你想要买房投资，就是要找这种房子，不然呢你就找那种屋主不想整理，或是他没有能力整理。你看他就房子烂在那里，烂烂的，然后就在卖。那为什么他不先整理好之后卖更高就没那个钱嘛，他连整理的钱都没有对就有这种房子然后你就多等3个月4个月的时间，花个50、100去做整理。来注意我讲的是整理2个字，不是装潢整理就把它弄好弄漂亮那个天地壁弄一弄，窗框漏水什么壁癌弄一弄，然后灯不会亮的都让它亮，然后这样呢弄一弄就很好住了那不管你要自己住还是你要出租给人家，这个都很 OK 那种人家都帮你用的好好的，然后跟你讲说1卡皮箱入住，那个时候他都算的好好的他拿出来卖你那个利润空间你就不大就捡不太到什么便宜
可是有一点你要小心哦，就是女生很喜欢哦，女生很喜欢，就一走进哇好漂亮，哇她就要买啊。其实那个来讲投资客装潢哦。好了，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哦。今天我们聊了为什么老屋会越涨越凶，而我跟你分享了官方的数据哦，全台湾呢现在哦超过40年屋龄以上的老屋占比已经超过30%了呢，这很多呢哦。然后每年老房子啊还有以10几万户速度这样一直新增出来哦，所以未来这个老房子的买卖大概就是主流了。哦，不管你是新盖的房子，还是你做危老都更，你都来不及去消化这些嘛。然后每年要买房子的人就那么多嘛。好，那全台湾呢，在30年以上的老屋交易占比已经达到41%。好，这是2023年 Q1 的数字。这很多40%都是在买卖老房子。也就是说，未来你去看房子，大概每3间就1间是老房子。然后其他2间也不是说什么新房子哦，其他2间一个屋龄10几年，20几年，它就不是老房子啊，对。那可是还没多年轻啊，那同样的价钱你买老屋你就可能可以买到大3房，那你买新房子只能买到小2房。那在首购现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之下，很多人也会开始偏向老屋那投资客更喜欢老屋因为他只要花时间整理，他可以拉出很不错的投报率，这在新成屋或屋龄很低的通常都做不到。最后我想问你这你有去看过很恐怖的老屋吗？就打开很像香港鬼片一样那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讲八卦讲八卦就老屋这件事情真的是看你觉得怎样叫做老那像对我来说，我甚至都认为30年以内都 OK 都很 OK。然后你不要讲是我觉得 OK 什么我的那个尺度很大之类的，你自己看银行。像一个年轻人他自己去买一个房子然后假设他的屋龄已经27年了假设他买一个华夏27年屋龄，这很正常嘛，不是市场到处都这样。然后他去办新青安新成家贷款，然后他有过了以后，银行放给他40年的贷款，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银行自己都默认假设这个家伙他来跟我办贷款，然后他就是让他缴40年，到时候请问这间房子屋龄几年？67年，对不对？27加40年你看银行有在怕吗？那银行还不是放了？对啊，所以老屋这些事情这是你的主观感觉在影响你的判断。那银行它预计40年后收回一个屋龄67，它没有差，对不对？银行都不怕了，你在怕什么？对，所以老屋你要开始就有这个心态，就是老屋以后老屋就是主流啦。然后老屋因为怎样，它总价就是低。所以它的空间就是大，我说利润的空间跟室内的空间都是空间它空间就是大。所以如果你是看投报率的，你不去研究老屋真的很奇怪你都去买那个新成屋或是预售，然后你说你要来自产投资，真的很奇怪我的看法啦那给你看看，像我们这一票人，我们都20年以上了，没有关系啊，真没有关系啊。20年以上有在管理的社区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再讲一个就是以前没有在管那现在都有在管了。就是我贴一张我路上拍的照片给你看你看图片中就很明显嘛。然后一个新房子，一个旧房子那个旧房子你就去观察它的那个冷气、铁窗什么都弄乱七八糟，你外观看起来都灰勾勾那种它屋龄大概25以上。我说是大概每个县市不一样为什么以前没有管那你现在的老房子也不用多老，大概屋龄17、18那在这个屋龄的房子，当初建商在盖的时候都会有留冷气的空间给你的，所以你不需要像更早期的房子一样挂来挂去。它的表现是什么？它的表现是说，以后就是这个屋子再过了10年，再过20年，它外观看起来还是一样一样，不会说过了10年那个铁窗都长出来了那外面那个冷气室外机挂来挂去很难看，这样就不会那对啊，所以那个老屋老讲以后的老屋，现在屋龄大概20年上下的它外观不会变然后它 CP 值很高就是比那个新成屋便宜那么多。对，所以如果你要自产投资的话，我会认为不是说我在鼓吹做这些中古，而是说我会认为新房子的价钱摆在这里，跟那个中古屋的价钱摆在这里你还去选，对，你怎么看都应该是中古的赢面比较大这跟你分享一下。很多人来问买新成屋来自产干嘛？
你就是喜欢新房子，你不要装了，你就是喜欢那个投报率对你来说是第2顺位啊。然后每个来问我都装的，投报率最重要，最重要你去看新房子，不知道你有没有搞错啊？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哦。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哦，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哦。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哦，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哦。我的心得哦，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欸，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吼。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哦，不是你喜欢吼。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啊，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哈，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哦。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哦。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3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3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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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